穿越斗罗，已成为年轻的月关。身为6环魂帝的，早已将举鬼双武魂融合秘术钻研透彻。刚展露不俗实力，便被武魂殿看中。作为穿越者，已熟知原著里自己与鬼魅双双惨死的结局，干脆利落的拒绝邀约，决心带着兄弟鬼魅挣脱早已注定的悲惨命运。当下大陆各大势力暗流涌动，整片大陆遍地无人争抢的机缘与秘境，月关打算招贤纳士，领兵征战四方，亲手打下只属于他和鬼魅的庞大基业，不必屈居人下受教皇驱使，依靠独一无二的举鬼双武魂融合力量，在乱世之中登临至高神王之位。月关幼年父母双亡，只和姐姐相依为命，姐姐靠沿街卖花供他生活读书，最后不幸被歹人残害。鬼魅的身世更加凄惨，曾经真正死过一次，靠着与死魂定下契约才得以复活，常年半人半鬼，整张面孔永远藏在阴影之下。两个身世同样悲苦的少年相遇后，很快结为交心的好兄弟，二人结伴走南闯北，四处历练，依靠常年累月打磨出的默契，一同研究出专属武魂融合技2级禁止领域。几年下来，二人渐渐闯出不小名气，也因此被武魂殿留意，派出长老殿之人前来拉拢，开出的条件十分丰厚。此刻月关与鬼魅同为69级6环魂帝，正卡在70级的突破瓶颈。以二人的年纪、天赋与融合技战力，未来突破魂斗罗是板上钉钉，甚至有机会冲击封号斗罗。只要答应武魂殿的招揽，数不尽的金钱、至高名誉、安稳地位都会到手，往后半生可以安稳享受。可月关直接回绝了武魂殿，鬼魅满心困惑，实在不懂他为何放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。鬼魅并不知道月关是一名穿越者，他清楚完整的斗罗剧情，知晓自己和鬼魅未来的命运轨迹。若是二人加入武魂殿，确实能一路修炼至封号斗罗，跻身长老殿，坐拥富贵，却半点尊严都不会拥有。早年要给千寻疾做牛做马，之后又被比比东随意使唤，如同仆从，在武魂殿效力半生，连一块属于自己的魂骨都没能得到，最后更是双双陨落在身负主角光环的唐三手里。知晓这般结局，月关自然不愿投身武魂殿，武魂殿的条件再诱人，他也不会为千世一族卖命。千道流虽然拥有大陆顶尖战力，骨子里却是优柔寡断的懦夫，手握一手绝佳好牌，却一步步将武魂殿推向衰败。这样的人不值得自己与鬼魅拼死效。武魂殿执意招揽二人，核心是基于他们独有的武魂融合能力。二人不过6环魂帝，联手施展的2级禁止领域，却能稳稳限制8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。武魂殿正在大肆搜罗天下英才，绝不愿这等顶尖战力流入其他势力。两人心里都清楚，这次拒绝招揽，极有可能引来武魂殿的报复。但手握未来记忆的月关并不慌张，他有十足把握扭转自己与鬼魅既定的命运。眼下最要紧的事便是提升实力，尽早冲破70级瓶颈。只要获取第7魂环，就能解锁武魂真身。开启武魂真身之后，不只是单人魂力战力暴涨，两人的武魂融合技威力也会成倍变强。如今二人双双卡在69级，70级瓶颈极难突破，月关却掌握一条快速进阶的捷径——冰火两仪眼内的仙草。现在时间线尚早，独孤博还没有发现这片秘境，外围也未布设剧毒阵，秘境坐落于落日森林深处，二人直接动身即可。月关两世技艺相融，对世间各类花草、仙品药性了如指掌。老鬼，我们去落日森林。鬼魅连忙追问去落日森林的缘由，月关只让他不必多问，到地方自然清楚。鬼魅还没反应过来，月关已经动身，只能笑着摇头，快步跟上，心中暗自纳闷，自家兄弟今日格外神神叨叨，像是换了个人。两地相距仅200-300里，赶路没多久便抵达落日森林。月关一刻不停，径直朝着森林最深处前进。冰火两仪眼有着极好辨认的地标，一座500米高的陡峭山峰，山体上有一处倒锥形山坳，悬崖底部便是秘境。二人接连翻越数座大山，鬼魅一路不停追问此行目的。月关只故作神秘，称自己早年来过这里，藏着一片长满奇珍异草的隐秘花园，如今仙草尽数成熟，足以帮他们冲破70级瓶颈。鬼魅知晓全大陆没有人比月关更痴迷，通晓花草，对此全然信任，不再多问。半个时辰后，二人登上目标山峰。月关看见山坳地貌，心中大喜，谷底飘起带着硫磺刺鼻气味的湿热白雾。月关确认冰火两仪眼就在悬崖之下，底下有特殊温泉，我们直接下去。鬼魅走到悬崖边向下张望，谷底白雾缭绕，深不见底。月关不再犹豫，纵身一跃，顺着陡峭石壁滑落，改变命运的机缘就在眼前，没有丝毫迟疑。鬼魅心中虽忐忑不安，依旧紧随其后。他与月关相处多年，自认十分了解对方。往日月关遇事常会犹豫，今日却格外果决，一时猜不透缘由。短短几个呼吸，两人落到谷底，眼前景象瞬间豁然开朗。鬼魅站在原地，看得一时失神。这是一片地势低洼的小型山谷，四周环绕陡峭石壁，谷地正中静卧一汪奇特双生潭水，潭水一分为二，半边赤红如血，热浪滚滚，水面不断翻涌细密气泡，隔很远都能感受到灼人高温。另一半雪白如玉，寒意刺骨，凉气侵入骨髓，一热一冷，一红一白两股完全相悖的力量在小小潭水中交汇碰撞，又奇妙维持着稳定平衡。这便是冰火两仪眼。潭水四周遍地生长泛着莹润光泽的仙品草药，无一凡物，烈火性胶书、八角玄冰草、奇荣通天菊等仙草接连映入月关脑海，他心中激动不已。鬼魅回过神，忍不住惊叹此处花草繁多，下意识向前踏出2步，立刻被月关出声拦下：“老鬼小心，这里多数草药带有剧毒，千万不要触碰，尤其是中间这汪潭水。”鬼魅吓得连忙站定。月关耐心解释冰火两仪眼的来历：冷热双泉蕴含狂暴能量，滋养出周遭仙品，但草药经过天地灵气常年洗礼，药性各不相同，有毒性猛烈的，也有无毒温和的品种。所有草药药性他全都认得，你在一旁等候，我去挑适合我们的仙草。鬼魅原地等候，全然信任相伴多年的搭档。月关缓步走入花丛，望着一株株逆天至宝，心绪难以平复。很快，一株外形独特的紫色菊花吸引他，花瓣毛绒无香，半尺高的花蕊泛着金光，正是与自身武魂同源的奇荣通天菊，属于他的本命仙草。此草疏通气血八脉，淬炼金刚不坏躯体，不仅能大幅提升实力，甚至有机会推动武魂进化。月关伸手轻触花瓣，没有立刻摘下，打算先为鬼
鬼魅挑选适配仙草。不远处一株通体雪白、形似青莲白藕的植株映入眼帘，是水仙玉鸡骨，可润养筋骨，贯通奇经八脉，恰好与奇荣通天菊药性互补，能强化两人武魂融合剂。月关小心将其从根部折断收好，又往前走几步，看中一株通体碧绿，中心托着3片白叶，叶面凝着露水的植株，乃是精神类仙草忘川秋水露。服用后可大幅提升视力与精神力，药性温和，无任何副作用。月关摘下忘川秋水露，保留好植株根部，回到鬼魅身边，将水仙玉鸡骨递给他。这株水仙玉鸡骨能润筋补骨，打通奇经八脉，强化肉身，提升魂力。鬼魅笑着打去，就算是毒药自己也会信他吃下。月关叮嘱只食用花瓣，吮吸花蕊，之后运转魂力吸收药效。你手里这株忘川秋水露用来提升视力，我稍后服用修炼。鬼魅看向远处那株和月关武魂相似的通天菊，询问是否对他大有裨益。那是我的本命仙草，忘川秋水露只是铺垫，等吸收完药效，我再服用奇荣通天菊。鬼魅不再多言，寻一处角落盘膝坐下，吃下仙草开始修炼。月关也寻安静角落，将忘川秋水露的露水咽下，闭目运转魂力。这片山谷隐蔽偏僻，极少有魂兽靠近，不会有人前来打扰，二人可以安心打坐。1个时辰后，月关率先结束修炼，睁眼瞬间视野变得无比清晰，自身精神力也明显上涨。鬼魅仍在入定，月关起身活动筋骨，走到花丛摘下奇荣通天菊，静静等待兄弟醒来。又过1个时辰，鬼魅缓缓睁眼，蓝眼心中兴奋，水仙玉鸡骨效果远超想象，肉身坚韧度大幅提升，竟直接冲破70级瓶颈，肌肤细腻白皙，样貌看着年轻许多。月关笑着调侃，这仙草本就有养颜功效。说罢便准备服用奇荣通天菊，叮嘱鬼魅不要随意走动，谨防周边毒草。鬼魅守在一旁看护。月关盘膝坐下，奇荣通天菊服用手法特殊，但精通百草的月关早已了然于心。时间缓缓流逝，仙草药力在体内四散开来，月关不受控制自主释放武魂，一朵巨大金色菊花虚影浮现身后，璀璨金光包裹全身，金光由皮肉内部向外透出，整个人如同金色人偶。一旁的鬼魅看得目瞪口呆，由衷感慨本命仙草的神奇。又过1个时辰，笼罩月关的金光缓缓收敛，尽数收回体内。他缓缓睁眼，眸中金光一闪即逝。鬼魅立刻上前询问是否炼出金刚不坏之身。月关轻轻摇头，仙草药效无法一次性完全吸收，会长久沉淀在体内，随时间缓慢释放增益。他起身活动四肢，感受体内澎湃魂力，十分满意。不止突破瓶颈，还有更大变化。月关心念一动，释放武魂，身后硕大通天菊比以往更加凝实厚重，金属质感的花瓣坚硬如铁，花蕊由金色转为赤金。武魂现身的刹那，无形威压以它为中心向外扩散，整片区域都被淡金色光芒笼罩。鬼魅看得瞠目结舌，一眼看出武魂完成进化。月关收回武魂，奇荣通天菊与自身武魂完美契合，武魂进化后攻击防御全面暴涨，防御增幅最为突出，自身魂力提升幅度也远超鬼魅。鬼魅没有半点嫉妒，发自内心为多年搭档感到欣喜。二人10几岁相识，一路相伴历练，月关变强，他真心为之高兴，还打趣对方身形愈发挺拔，多了几分阳刚之气。二人相视一笑，我们虽然冲破70级瓶颈，却还没有第7魂环，无法精准判断魂力等级。仙草药效会持续滋养身体，往后修炼速度会比从前快上数倍，日积月累，差距只会不断拉大。鬼魅听得心潮澎湃，知晓仙草带来的是终身受益的抵御，随即开口发问：这就是你当初拒绝武魂殿的底气吗？算是其中一部分。鬼魅忽然叹气，心生忧虑，即便二人成为7环魂圣，拒绝武魂殿这件事终究会引来祸端，总不能一直躲藏修炼。月关明白他的顾虑，千道流身为武魂殿裁决长老，专门铲除所有与武魂殿作对之人，无数强者陨于其手。二人并未主动与武魂殿为敌，但当众拒绝招揽，便是对武魂殿的不敬，必然会被记恨，如同日后拒绝武魂殿的独孤博一般遭到追杀。只是独孤博被追杀的剧情眼下还未发生。倘若我们二人的第7魂环全部是10万年层次呢？鬼魅听到这话，声音都微微发颤，难以置信。常规魂师第7魂环承受极限仅5万年，10万年魂兽极其罕见。大陆目前仅有唐晨、千道流、金恶斗罗3人拥有10万年魂环，皆是站在大陆顶峰的顶尖强者。10万年魂环从前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奢望。第7魂环承载10万年年限太过惊世骇俗，10万年魂兽陨落必铲除魂，一旦暴露，我们会被各方强者觊觎，反倒招来杀身之祸。我没有开玩笑。月关神色认真，鬼魅迟疑发问，认可他在百草一道的天赋，却担忧二人肉身扛不住10万年魂环狂暴能量冲击。我们不必立刻前去猎环，水仙玉鸡骨、奇荣通天菊都能强化肉身，增幅融合剂。我们再苦修一段时间，沉淀药力，打磨肉身与精神力，等到身体承受力足够再行动。可就算时机成熟，去哪里寻找10万年魂兽？单凭我们二人也很难将其击杀。月关早已思虑周全，2级禁止领域只具备禁锢控制效果，施展时二人无法同步打出伤害。猎杀魂兽需要第三方辅助输出，海域之中栖息大量10万年海魂兽，是绝佳猎环地点。而他心中已经选定可靠帮手，是谁？独孤博，那个碧鳞蛇魂师。鬼魅十分疑惑，二人与独孤博素未谋面，只听闻对方是6环魂帝，碧鳞蛇毒凶名在外，实力未必胜过他们，为何选择找他合作？月关细细解释，如今独孤博修为临近70级，碧鳞蛇武魂毒素威力无双，却自带致命缺陷，毒素常年反噬自身。此刻独孤博已经出现明显反噬症状，自己可以出手为他父子解。眼下的独孤博心性不坏，只是擅长用毒让人忌惮，尚未经历父亲妻儿接连离世，还没有被武魂殿追杀，不会变得阴狠嗜杀。他本性顾家，懂得感恩，儿子独孤星尚且不到10岁，只要根除毒素反噬，对方一定会倾力相助，日后独孤博必定能成长为封号斗罗，有他作为帮手，相当于手握一大杀器。鬼魅完全相信月关的判断，随即询问独孤博所在之处，听闻他人在天斗城，正好我们要进城购置物品，顺路拜访。月关环顾谷底，热泉旁的烈火性胶书，寒泉旁的八角玄冰草日后必须服用。2株仙
仙草能淬炼冰火不侵、百毒不侵的躯体，只是他刚吸收2株仙草药力，体内增益尚未沉淀完全，且采摘2者需要精气、玉器，正好前往天斗城提前备齐工具。其余所有能辨识的仙草不能留在此地。大陆之上能认出仙品的人寥寥无几，除自己之外，仅有破之一族杨家董百草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不如全部收走，落袋为安。月关爱花如命，早年得到一件储物魂岛气百花囊，可以存放鲜活花草。他将幽香绮罗仙品、鸡冠凤凰葵、八瓣仙兰、血色天鹅吻、相思断肠红、地龙金瓜、混元仙草等全部收入囊中。收拾完毕，天色彻底变黑。此地距离天斗城路程不远，二人离开谷底，赶赴城内，寻一家客栈吃饭留宿，打算次日登门拜访独孤博。第二天，二人沿路打听，一路寻至独孤府门前，向内通报姓名。院内独孤博正在指导幼子独孤星修炼。听闻月关、鬼魅前来，心中大惊。二人凭借强悍武魂融合技声名远扬，武魂殿刻意散播招揽二人的消息，一来施压，二来震慑其他势力。凡是被武魂殿看中招揽之人，即便拒绝，其余势力也不敢轻易拉拢。独孤博与二人从无交集，一时猜不透对方登门的目的，心中满是戒备，先让下人带走独孤星，再引二人前往客厅相见。进入客厅后，独孤博静静打量二人，心中震撼。左侧月关金发高挑，五官精致白皙，长发随意披散，不细看难以分辨性别，常年被通天菊武魂滋养，容貌停留在18、19岁青年模样，真实年龄与独孤博相差不大。右侧鬼魅一身黑衣，整张脸隐在黑影之中，身形飘忽不定，正是鬼影武魂持有者。月关与鬼魅同样观察独孤博，对方身形瘦削，一身朴素灰袍，墨绿色长发，墨绿色瞳孔透着诡异幽光，两腮凹陷，颧骨突出，面容僵硬，明明只有40岁上下，看上去却如同50、60岁老者，发色与同色的一点，足以证明碧鳞蛇毒反噬已经深入躯体。二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独孤博上前开口，语气平淡无起伏，墨绿色眼眸里藏着浓重戒备。落座后茶水分毫未碰，静静注视二人。月关拱手行礼，独孤兄贸然来访，还望海涵。我是月关，这位是搭档鬼魅，今日登门是想与你商谈一桩交易。独孤博眉峰微挑，淡淡开口，我与二位素无往来，不知是什么交易，值得二位专程前来。说罢，在主位落座，示意二人坐下，下人奉上茶水，唯有月关端起轻抿一口，从容开口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能替你根除身上的毒素反噬，你随我们出海帮一个忙，如何？话音刚落，独孤博周身骤然迸发凛冽杀意，墨绿色眼眸寒光四射。月关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碧鳞蛇是天下制毒武魂，我竟淫毒道数十年，你反倒说我身中剧毒，这是羞辱。月关丝毫不受杀意影响，神色依旧从容。独孤兄不必动怒，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你的碧鳞蛇毒性霸道，却会常年反噬自身，这件事已经困扰你许久了。独孤博死死盯住月关，家族武魂反噬是世代隐秘，外人绝无知晓的道理，心中震动不已。他自身早已深受其害，就连年仅10岁的独孤星也早早出现毒素反噬迹象，比他当年发病的年纪提前许多。你的发色、红色异变，都是毒素侵入脏腑的征兆，再不加以调理，轻则修为停滞倒退，重则性命难保。月关没有把话说尽，其中凶险不言而喻。独孤博周身杀意缓缓收敛，这些年他也清楚自身状态变差，魂力提升缓慢，体内时常传来刺痛，正是反噬加重的表现。你从何处得知这件事？听闻而来，消息来源不必深究，我确实有办法化解你们父子身上的毒素。独孤博冷哼一声，满脸不信，我钻研毒理多年都束手无策，你凭什么夸下海口？仅凭我是月关。月关指尖凝出一朵金色菊花虚影，我钻研百草20余年，论食药解天下奇毒，大陆之上唯有我能做到。独孤博心中思绪翻涌，自家家族也有药理传承，他清楚月关痴迷花草，百草造诣远超自己，可二人非亲非故，对方主动帮忙必定有所图谋。他开口发问，你为何要帮我？我们并无交情，你想要什么回报？方才已经说过，我需要你出手帮我们一次，是什么事？只要我力所能及，自然不会推脱。独孤博顿了顿，道出心中顾虑，外界都传武魂殿招揽你，今日前来，莫非是想劝说我加入武魂殿？若是如此，不必多言，我只想带着儿子安稳度日，无意掺和武魂殿纷争。月关与鬼魅相视一笑，独孤兄误会了，我们从未答应武魂殿招揽，此行之事和武魂殿毫无关系。独孤博十分诧异，敢拒绝武魂殿等同于与大殿为敌，和二人结交无异于引火烧身。月关看穿他的顾虑，继续说明来意，我和老鬼打算前往海域猎杀10万年魂兽，用来当做第7魂环，需要一名实力强悍的帮手，所以才寻到你。10万年魂兽用作第7魂环，独孤博瞪大双眼，震惊到无以复加，一时甚至怀疑二人失了神智。先不说10万年魂兽难寻，以你们的肉身，怎么扛得住10万年魂环的狂暴力量？鬼魅轻笑出声，这件事不用你担心，我们自有手段强化肉身。独孤博一时语塞，见二人信心十足，知晓他们必定手握特殊底牌。月关接着解释，我们的2级禁止领域擅长禁锢敌人，却无法同步输出伤害，需要你的剧毒辅助，联手才能顺利猎杀海魂兽。独孤博瞬间理清全部利弊，多年无解的毒素反噬是他最大心病，眼下是唯一根治的机会，当即应下，只要你能兑现解毒的承诺，我便随你们一同前往海域协助猎魂。月关微微一笑，合作愉快。联手独孤博后，月关和鬼魅一直在冰火两仪眼处修炼，伴随着仙草药效的持续滋养，他们的身体愈发坚韧，精神力也大幅强化。二人尚未获取第7魂环，无法精准感知自身魂力等级，但修为却有实打实提升。是时候了，月关准备服用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，借冰火泉水淬炼精身。此刻他站在热泉一侧，鬼魅立于寒泉对岸，一人手握金铁匕首，一人持玉蝉。老鬼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动手吧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身形同步冲出，多年默契无需言语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转瞬之间，八角玄冰草、烈火性胶书一同落在岸边，紧紧相依，奇异景象骤然浮现。两株仙草相处，极寒极热两股狂暴气息相互抵消，归于微妙平衡。烈火性胶书附着淡淡白气，八角玄冰草萦绕一层浅红光晕。月关没有迟疑，拾起两株仙
仙草尽数塞入嘴中，大口咀嚼。两株仙草气息互相制衡，起初身体并无不适感，可短短数次呼吸后，潜藏的磅礴药效骤然爆发，如潮水般席卷全身。月关身躯猛地一颤，炽烈的红色光芒自脚下升腾，将他整个人包裹。转瞬，冰蓝色流光蜿蜒而上，红蓝两种相悖光芒在他身上交替闪烁，两股极端狂暴的冰火之力在体内疯狂肆虐，仿佛要撕裂肉身。鬼魅面露担忧：“你承受得住吗？”“我可以。”月关咬牙支撑，体表浮出一层金色光晕，金、红、蓝三色交织相融，狂暴冰火之力肆意冲撞。好在先前服用的奇荣通天菊药效此刻尽数迸发，持续淬炼血肉筋骨。老鬼，我下水淬炼，等我几日，不必担心。话音未落，月关纵身跃入冷热泉水交汇之地，即便肉身经奇荣通天菊强化，这两股力量依旧狂暴。泉水内蕴藏上古冰火龙王残留本源之力，非同寻常水火。月关整个人沉入冰火两仪眼泉中，对外感知尽数隔绝。他清楚两级泉水能加速吸收仙草药效，进一步打磨躯体。泉水交汇处慢慢归于平静，鬼魅退至远处角落，只能静静等候。3日时光悄然流逝，鬼魅心底焦急，都3天3夜了，还没出来。忽然泉水交界处轰然一响，月关破水跃至岸边，迅速取岸边衣物穿戴。冰火泉水腐蚀性极强，下水时的衣衫早已消融殆尽。鬼魅立刻闪至他身前，上下打量一番：“你总算肯出来了。”身形看着结实不少。月关轻笑点头：“金刚不坏之身炼成，这泉水既能断体，又能加速吸收药效。奇荣通天菊的药力已彻底融入4肢百骸。”肉身得到双重强化，金刚不坏之身能带来极强防御，可催动无敌金身，足以抵挡神级之下所有攻击。鬼魅惊叹：“无敌金身这般强悍，无敌金身会将防御拉至顶峰，魂力消耗巨大。以我当前修为，单次仅能维持3秒，使用次数由剩余魂力决定。即便不主动开启金身，肉身防御也远超从前。除此之外，我体内多出冰火两股本源力量，如今肉身冰火双灭，百毒不侵。”鬼魅感慨：“好兄弟，你实力突飞猛进，我都快要跟不上你的脚步。不过能有你并肩，我心中万分欣喜。不必说这些，我们去找独步步。”路上细说详情。二人离开谷底，动身前往天斗城，尚未走出落日森林，一股磅礴魂力波动急速朝自身逼近。老鬼，有人过来了！我也察觉到来者不善。二人对视止步，多年默契让他们瞬间进入备战状态。那股灼热魂力转瞬即至，已然来不及脱身。片刻后，一名魁梧老者出现在50米开外，厚重威压扑面而来。老者暗红色短发，络腮胡根根直立，面容棱角威严，看似70、80岁，腰背挺直，双目有神，全无衰老之态。月关快速判断，此人至少8环魂斗罗，魂力等级远超85级。老者扯出一抹毫无善意的笑：“你们二人真是让老夫好找。”月关眉头微蹙，对方明显专程寻来。他金发俊秀，看着不过18、19岁。鬼魅面容常年笼罩阴影，二人常年结伴同行，特征太过醒目，极易辨认。我们从未与你碰面，不知阁下寻我二人有何目的？莫非是武魂殿之人？月关语气平静，老者朗声大笑，震得林间树叶簌簌飘落，眼光尚可。老夫武魂烈焰雄狮，武魂殿8环魂斗罗长老。月关心中一凛，武魂殿长老最低阶是8环魂斗罗，他知晓此人日后会进入供奉殿，为雄狮斗罗。如今虽未封封号，修为距离封号斗罗仅有1步之遥，极难应对。好在身为穿越者，他熟知雄狮的武魂特性与魂技，不至于完全被动。鬼魅上前半步，与月关并肩而立：“你专程寻我们，是因此前拒绝加入武魂殿一事？”雄狮目光落在鬼魅身上，面露不耐。他奉千道流之命，寻找这2名潜力出众却拒绝武魂殿招揽的魂师，整整搜寻3月，知晓二人接近7环实力，且月关酷爱花草，便先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，无果后才来到落日森林。今日总算相遇，武魂殿许诺你们长老之位，财富名望、权位唾手可得，多少魂师求而不得，你们却不知珍惜。年轻人，切莫因一时冲动错失机缘。月关鬼魅心意已决，不会轻易动摇。雄狮继续劝说：“此刻随我返回武魂殿尚且来得及，殿内坐拥大陆顶尖修炼资源，以你们二人天赋，50岁前便能踏入魂斗罗，这般机会错过再无。”月关轻轻摇头：“我们只想做自在魂师，不习惯受人管束，且绝不会投靠其他势力。武魂殿无需为此顾虑。”雄狮脸上笑意彻底冷却，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公然回绝武魂殿，置殿中颜面于不顾，真当武魂殿的邀请可以随意推辞？月关眼神变冷：“你的意思，我们必须加入武魂殿？”雄狮盯了他数秒，忽然狞笑：“倒也并非强求，若你们执意不从，一人自行了断，余下1人，老夫可留其性命，自行了断。”月关眼底寒光乍现，武魂殿早已忌惮二人，他们的武魂融合技成长至8环时，联手战力可媲美封号斗罗。当今大陆封号斗罗寥寥无几，仅有千道流、比比东、昊天宗唐啸、蓝电霸王龙玉元镇、七杀剑陈建军5位顶尖强者，二人如今不过6环魂帝，武魂殿不愿放任他们成长，无法招揽，便打算直接铲人。这便是弱肉强食的大陆规则。鬼魅勃然大怒：“你以为我们会惧怕？”话音落下，二人同步释放武魂。月关身侧金色奇荣通天菊徐徐绽放，花瓣流光熠熠。鬼魅身后幽暗鬼影翻阅，二人魂环配置完全一致，2黄2紫2黑，皆是6环魂帝。雄狮望着二人武魂，面露不屑：“区区2名6环魂帝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？你们的武魂融合技限制极强，魂力不足便会自动解除，老夫绝不会给你们施展融合技的机会。今日你们必死无疑！”雄狮身躯巨震，狂暴火属性魂力四散，周遭空气急剧升温，巨大烈焰雄狮虚影在身后成型，鬃毛染
两火，双目赤红，口中不断喷吐高温火焰，两黄两紫四黑8枚魂环环绕身躯缓缓转动，多出的2枚黑色万年魂环散发出远超6环魂帝的恐怖威压，如山岳般压向二人。老鬼，分开！二人身形向两侧飞速退开。月关心中快速权衡，对方魂力高出10数级，还能催动武魂真身，自身无敌金身持续时间短，耗力极大，不可正面硬汉。且鬼魅的黑暗武魂被火属性天然克制，对战会格外被动。好在鬼魅身为敏攻系魂师，速度诡异，脱身不难。我缠住他，你先行离开，事后再会合。鬼魅断然拒绝，休要说这种话，我们是兄弟，要战一同战，要死一同死。雄狮放声讥笑，倒是一对重情重义的搭档。看在这份骨气，老夫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归顺武魂殿。今日之事一笔勾销。月关冷哼一声，满是讥讽，留在武魂殿做受人驱使的走狗吗？雄狮怒火攻心，不知死活的小子竟敢羞辱老夫！身后烈焰雄狮虚影暴涨，灼热气浪席卷四方。既然一心求死，老夫便成全你们。他心性高傲，压根不将2名6环魂帝放在眼中。6环与8环之间隔着2道大境界，还有武魂真身加持，差距难以逾越。月关侧头看向鬼魅，节省魂力，伺机而动。鬼魅点头领会。面对85级以上魂斗罗，常规魂技难以造成威胁，武魂融合技是唯一底牌。可雄狮经验老道，绝不会给二人蓄力融合的空隙。此战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拼。月关目光坚定，正好借此战检验自身突破后的实力。若是连8环魂斗罗都无法抗衡，日后更无底气猎杀10万年魂兽。雄狮冷喝：“老夫倒要看看你们2个小鬼有几分本事！”第6魂环骤然亮起，右拳轰出数十颗烈焰弹，铺天盖地覆盖二人周身，远程群攻威力十足。每一颗火球碰撞物体便会剧烈爆炸。月关闪身躲至粗壮古树后方，烈焰弹轰击树干，大树剧烈震颤，树身被炸出数个大洞。他借着树木遮挡，持续横向转。鬼魅身形如电光，在林间灵活穿梭，火球始终无法锁定其踪迹。火焰砸落地面、树木、林间树干倒塌，泥土飞溅，战场一片狼藉。数个回合下来，二人只躲闪不反击。面对强敌，每一分魂力都不能浪费。寻常魂技很难伤及雄狮，雄狮不奈呵斥，只会东躲西藏，算什么本事？月关回怼，不躲，站着任由你攻击，刻意激怒雄狮的计策奏效。对方怒声咆哮：“你们逃不出老夫掌心！”雄狮心中已有盘算，鬼魅速度超群，就连自己都难以捕捉。可黑暗武魂受火焰克制，自身烈焰护体能隔绝其近身攻击。月关速度稍慢，肉身与应变远超同级，只需先斩杀月关。鬼魅失去搭档，武魂融合技无从施展，便不足为惧。第7魂环光芒大放，雄狮催动武魂真身，烈焰雄狮虚影与肉身彻底相融，双目化为赤金，周身热浪翻涌，战力速度成倍暴涨，直扑月关而来。身后拖出一道赤红残影，小子，我看你往哪走！雄狮摸清月关速度，自认这一击避无可避，谁知月关故意露出破绽，引诱他近身。雄狮距月关仅剩5米，全力一拳轰向对方。预想中血肉撕裂的场景并未出现，拳头撞上一层坚不可摧的金色屏障，巨大反震力震得他虎口剧痛，滚烫火焰触到金光瞬间消散，无敌金身将高温与冲击力尽数隔绝。雄狮双目圆睁，难以置信，这怎么可能？6环魂帝硬生生扛下我武魂真身全力一击，毫发无损。趁雄狮失神间隙，月关体内冰属性魂力轰然爆发，极寒气息扩散开来，雄狮周身火焰温度骤降，兵力虽不足以重创对方，却足以打乱其节奏。雄狮满心震惊，这少年武魂是奇荣通天局，为何兼具极致防御与冰属性力量？不等他思索完毕，整片区域骤然陷入漆黑，数十米范围被彻底笼罩，无数扭曲鬼影自暗处涌出，火邪阴冷气息扑向雄狮，是鬼魅第6魂技魑魅魍魉。雄狮立刻催动火焰驱散鬼影，可先前月关释放的寒气大幅削弱护体火焰，鬼影冲破火防围拢其身，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在黑暗中响起。单道鬼影爆炸威力有限，可数量繁多，爆炸密集，雄狮被迫连连后退，护体火焰破碎大半，爆炸飞溅的液体落在雄狮裸露皮肤，钻心剧痛瞬间袭来，沾染处皮肉溃烂，衣物腐蚀冒烟，那是冰火两仪眼泉水，蕴含冰火龙王残留具体，寻常人沾一滴便皮开肉绽，雄狮火焰护体也难以完全抵御。黑暗散去，月关与鬼魅退至30米外站稳，滋味如何？雄狮怒声嘶吼，痛意与怒火交织，你们2个卑劣之辈，竟敢用毒暗算老夫！老鬼，融合！月关高声喝令，二人同时动身。雄狮脸色巨变，深知二人武魂融合技限制能力极强，如今自身身中剧毒，一旦被控制，毒素侵入脏腑，必死无疑。权衡利弊后，他狠狠瞪向二人，今日算你们侥幸，下次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话音未落，雄狮化作赤红流光，飞速冲出落日森林，望着火光彻底消失，二人同时松了口气。鬼魅仍心有余悸，方才凶险万分，多亏你有无敌金身与冰属性魂力牵制，冰火泉水更是奇效。若我们未曾前往冰火两仪眼服用仙草，今日遇上雄狮，恐怕难以脱身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尽快去找独孤博，商议获取第7魂环之事。动身，二人赶往独孤博居所，将落日森林遭遇雄狮斗罗一事全盘告知。独孤博大惊，没想到武魂殿这么快便对你们出手，万幸你们平安归来，此次只是侥幸，雄狮太过轻视我，才让我们寻到破绽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尽快前去猎杀魂兽，获取第7魂环。月关颔首，此番要前往远海，路途遥远，明日一早便启程。独孤博神色黯淡，似有心事。月关开口询问：“独孤兄，你心绪不宁，有话不妨直说。”独孤博认真看向二人，远赴深海猎杀10万年魂兽，凶险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猎魂。大海之中藏有无数未知凶物，我这条老命丢了无妨，唯独放心不下燕燕。话音微微低沉，燕燕刚出生，她母亲便离世，是我独自将她拉扯长大，如今方才懂事。此番出海往返至少2月，我从未与她分开这般久，心中实在放不下。独孤博苦笑一声，眼底流露难得的父爱柔软。